和男友相恋第5年，我毅然奔赴他的城市，他直接给我租了离他近的房子，可我却直接晕倒在出租屋。医生说我甲醛吸入过多，已经无能为力。死后我才知道，他不仅给我租了个串房，还霸占我的遗产，上了我继妹的床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了，耳边传来一道心急如焚的声音。附近的房子都很抢手，宝贝，你快转我3万年付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了，保证给宝贝找的房子又经济又实惠。这3万只是不时之需，没准儿可以签下好几年的合同呢，还能更便宜一点。我心下一沉，看他这迫不及待的样子，恐怕是蓄谋已久，早就和继妹勾搭上，就想取我性命呢。我眼珠一转，想了个好办法。你也知道我找房子就是为了和你住得近一点，不如咱们住一起吧，这样不就是最近的吗？他尴尬地笑了笑，问我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。毕竟我是很传统的女生，从来不会主动的和他做一些亲密的事情，更不用说提出搬出来和他一起住。没开玩笑，咱们马上都要结婚了，住一起又怎么样？他惊了一下，似乎十分不相信这句话竟然是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。过了很长时间才说话，一脸的为难。算了，看你这个样子也不想让我去，那我还是回家住吧。他挠了挠头，拉着我的手和我保证说等他回去收拾一下家里面，然后就让我搬进去住。我笑了一下，还真以为我稀罕他那个破家呢。要不是想让他紧张一下，给我钱我都不去。不过我猜他家里面应该就是继妹在住。我找了一个狗仔，让他帮我拍摄2个人在一起的画面。我搬回了父亲家，一看见父亲，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了下来。他看着我回来，以为我失恋想通了，他欣慰地拍了拍我的手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那个男人一看就不个好东西，上一世我爸不让我搬出去，我还和他吵了一架，现在看来还是男人知道男人。继母看见我回来，脑袋上的天线马上就竖了起来。我和我爸聊天，他必须跟过来，害怕我们说一些秘密，他自己不知道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感觉到好笑。继母就这么害怕我们单独聊天啊？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害怕我们讨论啊？我爸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让我讲话不要那么呛人。我不给继母面子，还是要给我爸面子的。继母尴尬地瘪了瘪嘴，然后靠着我爸坐下，和他告状撒娇。我爸哄了哄他，让我先上楼，以后不要脾气这么大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伤了和气。前世的时候，我没有听父亲的劝，我毅然奔赴谈了5年的男朋友。他知道我想要在他家附近找个房子，拍着胸口向我保证绝对能够办好这件事情。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处理，我十分相信他。最后花了高价给我找了一个十分不错的房子，是我喜欢的。但是我在房子里住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，男朋友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我也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。就在我实在忍不住的时候，我去了医院检查。医生检查完，表情十分凝重。他说我是吸入甲醛过多，呼吸困难。医生说我的房子不能再住了，要求我尽快的搬家换房子。我当时脑子都无法思考了，但是我不相信男朋友会害我，一定是他找房子的时候被那个中介骗了。我回去和他说，他十分担心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大事儿，他要带我去找那个中介。我拒绝了他，现在首要任务是换房子，然后自己找了个房子，马上搬了进去。等到我和男朋友去找中介的时候，他明显的紧张了。我把他送进了警察局，他被抓了起来，
然后赔偿我的医药费。我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，毕竟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小事情。后来半夜和朋友闹矛盾，不开心就没告诉他，直接去了他家，想要找他安慰一下。我进了他家，发现没有人在家，于是就在沙发上等着他。可是推门声响起，我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，我立马开始警惕戒备，找了房间里的衣柜躲了进去。你什么时候和他分手啊？我都快要烦死他了，就是因为他，我才不能和你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我听我男朋友纪远十分耐心地哄着他，嘴上说着快了，马上他就要和我分手了。我听了之后心都凉了，然后还听到了另一个秘密，那个房子是他们2个人一起找的，还是精挑细选找到的，为的就是想让我吸入过量甲醛毒死我。那么好的房子真的是可惜了，真的是又贵又有毒，最配白纸了。这个声音太过熟悉，虽然我和他没见过几面，但是这个声音我听出来了，她是我继妹呀。这2个人怎么会搞到一起，还密谋杀死我？我听着2个人说话，十分生气，一不小心发出了声音，然后就被他们听到了。2个人悄悄地推开了房间门，我躲在柜子里，然后被他们找到了。2个人把我揪了出来，我尴尬着和他们打招呼：姐姐难道是都听到了吗？那应该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吧？我从柜子里出来，一巴掌扇到了纪远的脸上，越动手越生气。他抓住了我的手，我看着2个人的目光，给继妹也是一巴掌，拽住她的头发。我们2个人打了起来，纪远站在附近搓手，不知道怎么帮我们。继妹怒吼了一声，让他过来把我拉开，结果他被夹在中间，我们2个挠了他很多下，最后我被他们赶了出去。我十分不服气，回去就和纪远说了分手。他抛下了继妹过来，跟着我一直追我。继妹感觉自己被冷落了，私下找过我，让我离他远一点。你是不是没搞清楚我们2个到底谁是原配呀？我私底下整理了他们2个的所有事情，我想把这些全都给我爸和媒体，我要网暴他们，要让我爸看清楚他喜欢的这个妓女到底是什么货色。可是，一切都没机会实现了。我在上班回家的路上，突然一辆车闯了过来，直接撞到了我的车的车头。我没来得及跑出去，晕了过去，眼前一片黑暗，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。我看到了医院医生的焦急，看到了纪远的面无表情，似乎并不希望我活着。我也看到了父亲悲伤的样子，继母和继妹悠然自得的小表情，就好像2个人的奸计得逞。然后我的灵魂逐渐不稳，最后消失了。重生后，我陪着纪远演了一段时间的戏，表现得十分喜欢他，让他带我去各种地方，买各种衣服。他却像是上头了一样，花他的钱越多，他倒是越来越离不开我。正好最近家里面谈生意有一个酒会，我需要一个男伴，于是就带着他一起去了。因为他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一进来就是十分激动。我提醒了他一下，不要太过于激动，这样很让人看不起。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表情有点太过了，马上收起了自己的表情。我要去应酬，就让他自己随意逛一逛。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我笑了一下。刚刚我可是看到了我的好妹妹，而且就在他离开的那个方向，他看见我们2个人手拉着手，那个表情像是要吃了我一样。不知道他会如何向我的妹妹解释呢？真是一出好戏。和各位合作伙伴打完招呼，我就去找他，然后就看见2个人聊得火热。纪远看见我，马上收回了目光，看向了我。你和我的妹妹认识吗？我看你们2个聊得很好，像是见过很多次一样啊。继妹率先说他们原来见过面，算是好朋友吧。
我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直接把纪远带走了。他在后面看我的眼神十分不友善，像是要把我吃掉一样。我听到手机震动了起来，拿出来一看，就是他发的微信。别装了，你应该早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吧？所以现在才过来试探我们。也就纪远这个傻子，以为你好骗。他问我要去哪里，大厅有舞会，咱们一起去。我们跳舞的时候，一个目光一直看着我们两个人。我不紧张，但是纪远快要紧张死了，一直跳错。我摸着他的脸，问他怎么了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不然怎么总是出错呀？他点头说自己想要先回去休息。我给他开了一个房间，让他上去。等到他走了，季妹走到我附近，一脸的不服气。他最后一定是我的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最后都会被我抢过来。我看着他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摆了摆手，让他自便，就怕他今天做不出这样的事情。我在楼下坐了很长时间，听着助理过来向我汇报说季妹已经上楼了。我拍了拍手，然后拿着摄像头去了楼上。我敲了敲门，一直没有人开门，就找了一个人拿来了钥匙。这个房间是我开的，所以钥匙直接就交给了我。等到门打开，我让身后跟着的人跟住，进去之后就一直抓拍他们的高光点。他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全都点头。我大摇大摆走了进去，发现其他地方都没人，那就是在卧室。刚靠近就听到了一些声音，我一脚把门踹开，里面的人呐了一声，进去看见的就是鼓包的被子。我把两个人拉出来，一人一巴掌。纪远像是个鹌鹑一样躲在一边。我问他，两个人不是朋友吗？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朋友啊，那还真是挺有意思。我骂季妹，越骂越上头，最后把他妈妈也一起带上了。这两个人还真就是母女。继母抢走了我爸，他抢我男朋友。他听了自己妈妈被骂，总算是抬起了头，说是骂他可以，不可以骂他妈妈。我们两个人打了起来，但是他不是我对手，单纯武力值还是我厉害一点，因为我从小就学跆拳道，这种东西都是我妈强迫我学的。我抓着他的头发，把他直接扔到了走廊。楼下的人听说楼上出事了，全都上楼看我们，当然也包括我爸和我妈。两个人本来是吃瓜上来的，结果看到的就是季妹在走廊里捂着脸哭，而我则是把季远一脚从房间里踹了出来，两个人靠在了一起。我爸看着我这个样子，忙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没什么大事情，就是这两个人趁我不注意在一起了。继母没想到事情会被我放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，我原来可是很要面子的，这种事情恨不得谁都不知道才好。我爸看了地下靠在一起的两个人，一脚踹到了两个人身上。你竟然做出这样子的事情，以后别说是我女儿，本来也不是我亲生的，一个小杂种。继母没想到我爸会做得这么绝，说话那么难听。我爸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取消了继妹未来的继承权，家里面的所有东西以后全部留给我，并且让他自己搬出去住，不要污染我们家。继母急得直接求我爸原谅他一次，他就是年纪还小。我爸冷哼了一声，带着我走了。回去之后，我爸把他们都要骂死了，还有我那个男朋友。我爸用了一些小手段，让他直接失业，给他一点教训。你妈要是活着，会为了你操碎了心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喜欢的，还是个大渣男，谁懂啊？我这么好的女儿，那个男人哪里配得上？我听着我爸这么说，直接心都碎了。原来他一直爱我的，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。晚上继母回来，后面跟着一个战战兢兢的继妹。我爸看见他，让他滚出去。看着我爸一直这个样子，继母也忍不了了。干什么呀？
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小错误而已。那个男的也喜欢他，不然他还能强迫那个男的吗？我爸说了他一句不可理喻。继妹想要上楼，被管家拦住。你要是诚心想要把他赶出去，那我和他一起离开。我爸冷笑了一声，威胁他。他从不害怕，直接让保姆上去把他们2个人的东西全都打包扔了出来。你做的真绝，算你有能耐。我爸也说了，他对继妹好不过是因为那是继母的女儿，你女儿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敢欺负我孩子，那就给我滚出去。这一刻我感觉什么男友都弱爆了，还是得我爸。我眼睛里面闪着星星。后来我出去工作，男友来找过我，求求我爸高抬贵手放他一马。我看着他落魄的样子，告诉他我爸早就不针对他了，只要他自己努力就能找到工作。他颤抖着身子对我说了谢谢，马上就离开了。正在我上班的时候，家里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我爸生病住院了。我急忙去了医院，继母却不让我靠近我爸，让保镖拦住了我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当然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。我把我家里的所有保镖都叫来了，直接把对面的全都打翻了。院长听说了我们这里的事情，也是马上跑出来，让我先不要动手，他处理。然后我就被他成功带了进去。继母咬着嘴唇，生气地看着我们。我进去看见我爸闭着眼睛，正在一点一点吸氧气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也很心疼，找了医生了解情况。他说也有能够好过来的。我爸病倒了的消息被传了出去，还是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我猜到是谁搞的鬼，集团也有了换董事长的声音。除了董事会的成员虎视眈眈，我继妹和继母也没有想着放过这次机会。正在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我爸醒了，并且身体越来越好，没有什么后遗症。但是这个消息一直被瞒着，没有人知道。等到时机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们正在选举新的董事长的时候，我和我爸出现在了那场会议上。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更多的是吃惊而不是害怕。没想到我爸竟然挺了过来，他扫视了一圈，看了各位的脸色，缓缓出声：听说我还没怎么样，你们就到处造谣我出事情了，就这么想要盼着我去世是不是？看着他这个样子，其他人都不说话了。我爸冷哼了一声，让他们全都散了。那些本来还竞争激烈的人各自看了一眼，马上全都离开了。最后会议室就剩下我们2个，还有继母他们2个人。这2个本来也是想要趁着人多直接混出去的，奈何我爸眼睛太好使了，直接看见了2个人的样子，把他们全都扣下了。你们2个要去哪里？我出事情的消息是你们谁泄露出去的？他的气场太强大，2个人彼此看了一眼，全都不敢说话。最后继母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那些董事们身上，因为他们来看了他，所以才被泄露出去。我爸抓住继母，带到了他的身边，抬起了他的下巴，让他直视自己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就算没人说，我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。你就这么觊觎我家的财产吗？他冷哼了一声，让他们2个全都滚回家。我以为他会和继母离婚的，没想到就只是让他回家待着。我更加替我妈妈感到不值了。她看出了我的不开心，但是并没有过多地解释什么，只是叹了口气说，以后我就会理解她了。那天之后，我爸就像是怕自己再突然生病一样，去哪里都把我带着，让我跟着他学习商业上的事情。本来我只是熟悉一点，在他的教导下，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公司里的所有事情。继母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问我爸能不能把他的女儿带上和我一起学习。不需要，我培养继承人，培养他干什么？
但是他要是想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可以在白纸手底下做事情，以后去找工作也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继母一听是在我这儿干活，赶忙拒绝了我，就怕我趁着工作的时候给他的女儿使绊子，让她受到伤害。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在私底下叫自己的女儿去求我爸，讨好我爸，让他开心。我爸在他的死缠烂打下，还是放手给了他一个项目。我知道了之后，去问他为什么这么做。我的好女儿，那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项目，而且我看他根本完不成，我就属想要打击他一下。我爸说他每天在办公室缠着他，真的快烦死他了。给继妹一点事情做，也省得他继续缠着他了。而且他和我保证，要是完成不了，以后就再也不来公司了。我爸就给了他2天时间。我看着他每天一点不着急，也提醒了他一下。他瞪了我一眼。2天之后，他拿着一堆东西，哭唧唧的回来了。然后直接扑到了继母的怀里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是又失败了。不过失败了，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手上提着的是礼物吗？我爸在他之后回来，直接就打了他一巴掌。你办不成就别办，你拿着那点破礼物是给谁？是在羞辱人家吗？能够看得出来，我爸这次是真的生气了，而且还气得不轻。继妹还在嘴硬，说她也没想到会这个样子，而且好多电视上就是这么演的。我看你真是脑子糊涂了。我爸坐了一会儿之后，就提出了一个建议，想要把继妹送出国，让她出国留学，顺便也算是拓宽了她自己的眼界。但是继母不同意，她只想让自己的女儿在她身边。我就这一个女儿，你是想让我们母女分离呀？你自己也有孩子，你舍得吗？我爸当然舍得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那是提升孩子的能力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外打拼了，看着他哭得心烦，于是叫来了家里的管家，给他们2个找了一个新的房子，让他们搬过去住。我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，感觉烦闷，自己回了房间。我爸我妈十分相爱，爱了一辈子，直到最后我妈去世，他都是十分不舍的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爸最后竟然无缝衔接，又找了一个老婆，太快了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我和他闹过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释过。他对我这个新的继母也不是很喜欢，虽然我充满无数怀疑，他从来没有向我说过为什么。2个人现在也已经在一起几年时间了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好像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。我叹了口气，知道再怎么问也问不出来，干脆什么也不打听了。我爸每天还是不紧不慢带着我去公司上班，但是我的继母可是坐不住了，她找到了公司，想要见我爸一面。她被带上来的时候，看了我一眼。我爸问她什么事情，现在就说，他像是很不好意思一样，看了我一眼，让我先出去。不用，咱们2个人说话，他没有听不了的。继母咬了咬自己的嘴，像是要去赴死一样的表情，最后大声地向我和我爸道歉，不应该那么说话。我想明白了，你要是真的想把我女儿送出国，我也不拦着你了，随便你，但是不要抛弃我好不好？我笑了一下，果然像他这样的人，钱就是最重要的，根本坚持不了几天。我爸摇了摇头，说他现在已经不想管他女儿了，他也不用回来了。继母这次着急了，他没想到原来每次我爸都会安慰他，这次怎么就这么坚定自己的想法。他劝了劝，发现没有用之后，转头看着我，让我劝我爸一下，还说他们2个人是真爱，不能就这么分开。我爸甩开了他，并且决绝地说2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继母翻了自己的包，甩出了一个检查单子，是孕检单。你不爱我了，不想和我在一起，
但是不能不要我们的孩子啊，他还那么小，以后出生了不能没有爸爸。我爸被他弄得措手不及，懵了一下，拿过他手上的孕检报告看了一下，发现真的怀孕了，而且还1个多月了。他皱紧了眉头，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，然后喊了助理进来，让他把继母先送回去。你可以搬回来，但是你的女儿有多远滚多远，我也不可能再给她钱。继母猜到了会是这个样子，说她早就把继妹送到了自己的妈妈家里，不用我们担心。等到她离开，我问我爸这是怎么回事，她的孕检报告我是不相信的，毕竟当年她为了我妈身体着想，早就自己绝育了，不可能还有孩子出现。我爸说让他先调查一下，剩下的事情等到查出来再说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在公司门口碰到了我的老熟人纪远，前男友。他一看见我，脸上的表情马上变成了深情的样子，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还在立深情人设。白纸，你别走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他说当时是他眼睛瞎了，看上了我妹妹，但是2个人真的没有发生什么，唯一的一次还是被我打断了，让我原谅他，或者你给我个机会，咱们可以重新来也可以。我绝对比当年追求你的时候更加卖力，让你重新体验一次被追求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决定不错，答应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调侃他一下还是可以的。他像是找到了什么宝藏一样开心，马上提出要带着我去吃饭。不了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去做。他低落地点了点头。我回到家，继母正在让保姆给他弄水果吃，看见我一脸的得意。不要以为这个集团就是你的了，只要我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么所有东西都会是我儿子的。正巧这个时候我爸进来了，微微蹙了蹙眉，问他说的是什么话。所有东西都留给了我。继母尴尬地笑了笑，拿着东西就回了房间。晚上我爸自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继母的声音，很害怕的样子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她跑到了我爸的房间。我女儿，她被我妈他们赶了出去，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能不能找人把她带回来？怎么可能？那不是她的外婆吗？怎么做事情这么绝？看着她哭唧唧的样子，我爸烦得要死，找来了管家，让继母和他说。第二天我下楼，发现继母一个晚上没睡，看她这个样子，继妹应该是还没有找到。她平常会去哪里？有没有带着钱出去？实在不行就报警。又等了一会儿，那边有消息传回来，说她在纪远家里。我和继母一起去的他家。纪远看见我，马上和继妹拉开了距离，想要靠近我，被保镖隔开了。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是他说自己没有地方去了，我就给他留了一个房间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我有监控视频当作证据，看他像是惊弓之鸟一样。我勾了勾唇角，根本无需这样，我们2个不可能在一起。继母生气地带着他离开。继妹一直看着纪远，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他了。我拉住了继母2个人，然后告诉给了继妹一个很浅显易懂的道理：他不喜欢你了，不是你的原因，而是你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他无法在你这里得到任何的好处，当然不会和你在一起。要是你现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能够养着他，他一定会对你十分好的。说白了，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活着。纪远像是受伤了一样，看着我的时候十分委屈，问我就是这么看他的吗？上一世我不是这么认为他的，后来我悟了，我是被甜蜜蒙蔽了双眼。他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。走之前，我又劝了纪远一句，我们不合适。昨天我还想逗他玩一玩，今天就彻底的没有兴趣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回到家里，我才知道这个继母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，他们家十分重男轻女，
也算是有钱人家，但是却不愿意为了继母多花一分。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的是我爸，但是当时我爸家里穷，所以他妈妈不让。后来嫁给了有钱人，两个人离婚了之后，他们家发现我爸有钱了，又想着攀上我家，使劲地撮合继母和我爸。刚开始我爸不同意，后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两个人就在一起了。我爸还是之前的话，让继妹自己出去住，反正不可能放在我家里。继母虽然很不满意，但是因为之前的事情，她也长记性了，不敢赌气地说和女儿一起出去住的话。继妹抽泣着和继母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出去找房子去了。晚上很晚都没有回来，和我爸说他今天陪自己的女儿睡一个晚上，明天再回来。这个时候被我爸派出去一直跟着继母的助理也打了电话，他说继母去了一个酒店，而且是和另一个男人，不熟和他的女儿。我爸叫上了我，还带了2个保镖，我们一起去了酒店。敲门之后，里面出来了一个男人，身上就穿了一件浴袍。开门看见我爸，十分嚣张地问我爸要干什么。我爸笑了笑，说他想要进去看一看。对方马上十分生气，骂了他一句神经病。想要关门的时候，保镖上手了，摁住了这个男人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报警抓你们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。我们2个人进去，保镖在前面推开了房间的正门，一进去就看见继母正在床上休息。我们这么吵闹，他都没有听见。我爸现在喜怒不形于色，哪怕这样了也没有动手，而是给保镖使了一个颜色。他们把继母从床上拽了起来，他感觉到了陌生人，吓坏了，马上挣开束缚，躲进了被子里。你是谁呀？不知道这样是违法的吗？他没有说完，看见了我爸，马上就闭嘴了，睁着眼睛不敢说话。我怕我爸生气晕过去，一直给他拿着药。你真是好得很，原来所谓的孩子就是这么来的，还真是下贱。一句话直接给我继母骂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，马上从被窝跑了出来，抓住他的胳膊说，都是这个男的原因，他是我前夫，因为女儿的原因，他一直没有放过我，都是他强迫我的。我马上拿出了手机，递到了他的面前，让他拿着手机报警，反正都说是强迫的了，只有报警才能最好的解决。他看了那个男人一眼，拨通了电话，那个男人抢走了电话，给了他一巴掌，眼睛里都是失望。警察来了之后，把那个男人带走。继母求着我爸能够原谅他，我爸让保镖抓住他，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衣服。那边警察调查了之后，发现是我那个继母报假警，最后又把他叫过去教育了一顿。等到那个男人出去之后，继母求着他不要抛弃自己，被狠狠地嫌弃，并且就在想要出去追那个男人的时候，被他狠狠地推了一下，直接撞到了墙上，当场痛呼出声。那个男人回头一看，傻眼了，地上是血，他自己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他马上跑了回去，把继母拉起来，打了急救电话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孩子是不是保不住了？他声音嘶哑着说，都怪那个男人，没了这个孩子，我就再也没有翻身的能力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那个男人也慌了神。等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孩子保不住了。继母麻醉醒过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孩子怎么样。没有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那个男人跪在了地上，哭着求原谅，说他们还能再有一个孩子的。继母却疯了，你知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他，我就无法在白家站稳脚跟，以后我和女儿的未来怎么办？靠你吗？你就是个废物。他第一次见到继母这个样子，颓废地拿出手机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来看一看他。我爸放下电话，
然后用手机发了一个消息：行动。我们到了医院，继母看见我爸，泪眼婆娑地抓住他，让他帮忙报仇，摸着自己的肚子说：那个男人害得他孩子都没有了。我爸甩开了他的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问他孩子到底是谁的，究竟是不是他的？是你的，你怀疑我。我爸拿出了他当时的医院证明，扔到了床上，让他睁大眼睛仔细地看。继母看完之后，拿着单子的手都是颤抖的，不敢相信单子写的是真的。你竟然绝育了，可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老婆？我看着他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些话，只感觉可笑。这个时候，手机里传来了其他的消息。我爸看完之后，肉眼可见的激动，就好像遗嘱被埋在心里面的事情被做完了一样。他拿出了手机，只是一会儿的时间，电视上就传出了新闻，继母的父母全都被抓了进去。他看了新闻，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没承受住，直接晕倒了。等到医生把他从抢救室推出来之后，让我们不要进去，他的身体受不了再次刺激了。我问我爸发生了什么，我爸给我讲了一件事情。当年我妈家和继母家是合作关系，但是后来被他们家背刺含冤入狱。我妈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父母，为了生活一直在外面打工。但是就这样，继母父母还找人欺负我妈，幸好被我爸发现带了回去，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两个人一直互帮互助，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家事业稳定，我爸想要带着他出去旅游，家里的东西全都交给我处理。但是我妈的身体那个时候就不行了，小的时候生了太多次病，妈妈住院之后很快就去世了。我爸一直对这件事情怀疑，后来调查发现，小的时候他们家把我妈带回去一段时间，虐待了她。后来继母还刺激我妈，说我爸是因为没办法和她结婚，才选择了我妈妈。我爸把继母带回来，也是为了调查当初他们家做的事情，现在全都查到了，他也不想装了。我爸也说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妈，他和继母就没有睡在一个房间过。原来他们卧室里还有一个密室，那就是继母睡觉的地方。等到继母醒来之后，听说自己家原来做的事情被戳破，进了监狱，看着我爸的眼神都是仇恨。我爸看了他一眼，笑着叫来了几个医生，把他弄进了精神病院。我看他们家都有精神问题，所以精神病院才是最适合他的。我和我爸回家，他去了两个人之前的房间，我推开房间，看到他正在抱着我妈的牌位睡觉，他脸上是很少能看到的放松神色。后来我爸把我叫到了公司，让我管理公司的事情，他要带着我妈去看世界，完成他们年少时的梦想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